警长来到学校了解案情，当查看女孩们的卧室时，发现泰纳好友的床也空了。神父轻描淡写地说那个女孩死了，对死因却只字不提，只说孩子夭折是件很正常的事儿。神父告诉警长，派出去找泰纳的人都没有回来。警长感到情况不妙，决定立刻启程。大家好，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，今天给大家带来1923的第8集。跑马接到了女儿，带着2个孩子开启了逃亡之旅。夜晚的火堆边，跑马计划着往南方的逃亡之路，忽然看见女儿和男孩正含情脉脉地眉来眼去，他马上警告2人，现在是性命攸关之时，先活下来才能谈未来。叛逆的泰纳却一把抓起男孩的手，一脸挑衅地对父亲说，自己一直过着命悬一线的生活，所以再也不相信什么未来，现在的一切才是最真实的。一席话把老爹怼得无话可说。男孩被泰纳的勇气鼓舞着，勇敢地紧握着泰纳的手。老爹丢下一句天亮前出发，扭头拉起毛毯躺下，女孩靠在男孩怀里，温暖的火光下，泰纳终于忍不住把久藏心中的压抑苦难全都释放出来，伤心地痛哭着，一声声抽泣刺痛着老爹的内心。很快警长一行就找到了3具尸体，并且发现逃走的印第安女孩多了2个同伴。警长分析他们会逃亡到科曼奇保留地，于是打算提前坐火车去守株待兔。冬雪覆盖的田野显得一片萧瑟，一支马队来到城里，老雅各布带着牛仔们来参加对班纳的庭审。他惊讶于班纳竟然有律师，治安官威尔介绍说那些律师是来自为矿业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的。开庭后，班纳的律师直接申请无罪开释。法官召集2边律师询问，班纳的律师称，对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抓了人，而己方有达顿杀人的证据，而且由矿业公司担保，所以申请无保释金保释。警方律师称，以雅各布·达顿在本地的声望和作风，从不会无辜诬陷任何人，基本可以给此人定罪，所以不同意保释。法官听完双方的陈述后称，自己当初签发抓捕令是在有众多口供的基础上，但自己不知道警方没有证物。在警方获得证据前，班纳获得保释。被释放的班纳得意地来到雅各布身边，完全不听律师的劝告，挑衅地当面骂雅各布是个告状的怂包，扭头嘲笑杰克一定是死了老婆，并伸手就给了杰克一拳。这时法官大声禁止当庭斗殴，班纳还仗势欺人的嘲讽达顿家已经老弱病残了，这个仇自己会到达顿家的土地上去报。老雅各布回敬他，到时候自己会亲自送他一程。回到别墅的班纳还在兴奋地怒骂着，号称要杀死达顿全家。矿业老板唐纳德则打断他，循循善诱地告诉他，复仇只是一时的快乐，无尽的财富才是永远的快乐。黄石农场就蕴藏着丰富的财富，但要拿到黄石农场不能蛮干，要有计划和手段。唐纳德分析道，老雅各布只是个感情用事的农场主，他热爱他的土地，只要夺走他的土地，比让他死还要令他痛苦。这时身后传来女人的呼唤，唐起身表示睡觉的时间到了，然后转身上楼，看着楼梯口那个双眼无神的妓女，班纳突然意识到唐纳德更像是一个贪婪而熟知人性善恶的恶魔，他有能力把人性里的恶无限放大，并从中获得乐趣和财富。与他的交易就是与魔鬼的交易，而这个交易却让班纳享受到从未有过的肆意妄为的满足和快乐。就如同那2个被唐留下来的妓女，在金钱的诱惑下渐渐丧失人性，迷失在互相报复和欺凌的快乐中。这场雪预示着牧场的冬天提前到来，雅各布只好安排把存着的草料拿出来喂牛，但明显不够挺过一个冬天。为此，雅各布只好到银行办理借款。来到镇上，赞恩提出要去看看家里的妻子，老雅各布同意了。借款并不顺利，大萧条和蝗灾使大量的牧场倒闭，针对畜牧业的贷款项目烂账层出不穷，大量的违约迫使银行不再放贷。虽然老雅各布并没有违约，但银行认为那只是迟早的事，因此建议雅各布换成利率比较低的农场抵押贷款。雅各布拒绝了，30年的还贷期相当于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沉重的债务，这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能干出来的事儿。老雅各布毫不犹豫地转身而去。
而这一切马上就被汇报到唐纳德那里。赞恩回到家里，其乐融融地和妻子共进晚餐。两人小别胜新婚，恩爱了一番。而窗外一个人影正在默默地观察着一切。清晨，几辆警车停在赞恩家门口，警察野蛮地敲开大门，就把赞恩的妻子抓住，理由是他违反了该州的婚姻法。赞恩冲出来阻拦，被打晕在地，然后一帮人丢下血肉模糊的赞恩和2个惊恐的孩子，驾车离去。伊丽莎白流产了，杰克耐心地在旁安慰。女人沮丧地说自己不能生孩子就失去了意义。杰克说，卡拉奶奶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但养育了自己和父亲还有叔叔，对这个家意义非凡。他劝慰妻子，失去孩子是命运的安排，但怎么生活是自己的选择，自己选择了女人就会接受她的一切，至少自己选老婆的眼光比女人选丈夫的要好多了。这一句话把女人逗得破涕而笑。We take what life gives us. It's all we can do. 卡拉看见老雅各布坐在门口，神神秘秘地捏着一块毛巾，出门询问。老雅各布告诉妻子，自己正在锻炼失去知觉的手指，然后感叹自己多么痛恨衰老啊！要不是因为深爱卡拉，自己早就揣一瓶酒到山上去自生自灭了。话语间，雪地上一辆车子载着不速之客到来。唐纳德刚下车就引来双方的对峙，卡拉大声地阻止着，唐纳德却似乎很高兴自己受到如此紧张的接待。他站在雪地里，自说自话地分析着畜牧业和矿产业的区别，声称未来的黄石将是旅游业的天下，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到时候谁拥有的土地最多，谁就有取之不竭、用之不尽的财富。说到这儿，他话锋一转，告诉老雅各布，他知道达顿家的农场并没有负债，但却没有交房产税，而自己已经代为缴纳。这笔钱，老雅各布得在开春前偿还，否则冬天一过，他就会来收地。说完，丢下一脸苍白的2个老人，转身扬长而去。斯宾塞带着妻子登上了去伦敦的船，同船的还有亚历克斯的前未婚夫，这让亚历克斯倍感尴尬，躲在房间里很多天都不出来。这天终于经不住斯宾塞的劝说，出来甲板上透透气，结果还是碰上了女友。女友上来就惊叹亚历克斯的逃婚多么惊天动地，不仅气走了父母，把前未婚夫也气得不肯见人。他担心这个猎人只是把女人当成猎物，热情一过就会弃如敝履。亚历克斯拿出结婚戒指，得意地说已经弃不了了。女友脸上闪过一丝微妙的情绪，一边祝福，一边又表示这会成为伦敦上流社会的一个爆炸性新闻。言下之意，这门毫不般配的婚姻到最后只会是笑话。这引起了亚历克斯的斗志，他决定晚上去餐厅用餐，用恩爱的事实击破那些流言蜚语。当晚，盛装之下，帅气美丽的2人把对方惊呆了，临出门还忍不住要热吻，互诉衷肠。No. What a tragedy. 餐厅里热闹非凡，前未婚夫一看到这对恩爱的小夫妻，气得脸都绿了，于是各种挑衅。My fault, apologies. It's certainly your fault. Got about 30 seconds of this bullshit in me. Then I'm gonna mop the fucking floor with you. 甚至冲上前要与斯宾塞决斗。斯宾塞看着这个瘦弱的小子，不屑地带着妻子起身离开，把这个伯爵之子彻底气疯了。他爬起来高声怒骂亚历克斯就是个婊子，这一句话让斯宾塞停住了脚步，转过来一拳将其打翻，宣布自己接受决斗。甲板上，伯爵之子选了自己拿手的击剑，从未学过剑术的斯宾塞拿起剑热吻了妻子，大步上前2下就干净利索地缴了武器，宣告胜利。伯爵之子爬起来想要偷袭，又被斯宾塞暴揍一顿，拖到其父亲脚前。结果这家伙还不甘心，干脆拿出枪冲了过去，被斯宾塞直接举起来丢入了海中。
可这时，船长带着一行人以非法决斗的罪名将斯宾塞关了起来。又在老伯爵的要求下，把亚历克斯也关了起来。很快，斯宾塞就被驱逐下船，送回陆地。当他提出要带妻子一起走时，被拒绝了，因为老伯爵质疑两人婚姻的合法性。而这时，亚历克斯被好友偷偷地放了出来，他提着简单的行李，拼命寻找押送斯宾塞的小船，但最终没能赶上，只能看着心爱的人被送走。愤怒的亚历克斯给了老伯爵一耳光，然后拼尽全力地向斯宾塞呐喊，约定两人在寄信的地址蒙大拿的波兹曼见。这对有情人被无情地拆散了。与此同时，雪地里，卡拉奶奶写下了给斯宾塞的最后一封信，也是本季的最后一封信。You must hurry, Spencer. You must hurry. Or there will be nothing left to fight for. 好的，本集剧情就介绍到这里。因为是本季的最后一集，所以内容有点多。这一集剧情跌宕起伏，唐纳德是向达顿家全面开战了，而斯宾塞这个救星却各种耽误在路上。忍不住期待下一季了，真希望斯宾塞和亚历克斯能早日重逢。好的，这一集就暂时聊那么多，谢谢大家的耐心观赏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